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胖叔。今天我们来聊足球明星的合同密码。那有这么一位球星，年纪轻轻出道就被惊为天人，靠着出色的身体素质和比赛内容，早早转会豪门。但不少球迷朋友都认为他没有兑现自己当初的潜力。10余年来，不仅比赛技巧没有进步，还丧失了对比赛的激情，甚至批评他不敬业、混日子。没错，他就是三上优亚老师。没错，他就是卢克肖。卢克肖在南安普敦出道，2014年以3000万镑的天价转会费加盟豪门曼联。时年18岁的卢克肖创下了当时20岁以下球员的转会费记录。值得一提的是，肖打破的20岁以下身价记录，正是由他的前辈曼联传奇鲁尼保持的，这也是红魔曼联的一种传承。那一转眼10年过去了，当初那个顶着最贵青少年标签的卢克肖，这会儿也年近30，在曼联一年又一年的重建与争四中蹉跎岁月。肖这10年踢得最巅峰的时候，被英格兰队友哈里凯恩和哈利马奎尔赐名肖尔波托卡洛斯，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Shalberto Carlos 此举还获得了正主罗伯特卡洛斯的官方认证。而踢得菜的时候呢，被穆里尼奥献祭在新闻发布会，要么说他不成熟，要么说他没勇气。最著名的一次是17年踢平埃弗顿的赛后，穆里尼奥说肖这场比赛表现不是不错吗？那是因为我在教练席一直在给他喊话，肖用的是他的身体和我的脑子。那无论肖的真正实力如何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肖的伤病实在是太多了。正如我之前视频说的，一个球员最大的能力就是他能上场的能力。肖能连续出场的时候，往往都是曼联羸弱后防线上的一道光，能攻善守，人送外号是一位。那关键是这孩子能出场的时间屈指可数。在很多曼联球迷的想象里曼联如今表现挣扎，都是因为后防线伤病太多。如果卢克肖能够保证出场，一个人就能解决曼联进攻、防守、出球、插上和传中的5大问题，可谓是一劳永逸。那么想要解决卢克肖的伤病问题，首先需要分析他的伤病记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图这里列举了卢克肖每个赛季因伤缺勤的记录。其中15到16赛季的缺勤记录最显眼缺了60多场比赛。老球迷呢都记得，那是在范加尔时期，卢克肖在15年9月的时候，在埃因霍温的比赛中被铲断了腿，直接就赛季报销了，一直休战到16年的8月才回到赛场，整整休了1年。那这个图其实没什么信息乍看之下只是一个玻璃人的常规操作，但是关键信息其实掩藏在细节里。我们会发现卢克肖的伤病仿佛有一个周期，每隔4-5年呢就会迎来一个相对健康的赛季，比如18-19年和22到23年。这是为什么呢？简而言之呢，那就是卢克肖的合同年。合同年这个概念呢，很多 NBA 的球迷都不陌生，指的就是球员在自己合同到期的最后1年里表现爆发，数据爆炸。这样做的目的呢，是为了蒙蔽各个不懂球的球队经理，顺利签下一份肥约。那往往合同年爆发的球员呢，在签下大合同之后就会继续躺平，再也回不到合同年的数据表现了，一直到他的下一个合同年。那我们来把卢克肖续约的节点也画在这个图上，一切就昭然若揭了。13到14年呢，彼时还在南安普顿的追风少年卢克肖赛季全勤，靠着稳定的表现，年仅18岁就入选了英超联赛赛季最佳的11人阵容。到了夏天，肖得偿所愿，与豪门曼联签下了4年的天价合同。在接下来的4年里，卢克肖分别因伤缺席了31、64、30和32场比赛。那很快就到了卢克肖的第一个合同年，18到19赛季。肖为了这个合同年可谓是倾尽所有，先是在17年11月到18年9月期间奇迹般的保持了全勤的记录，随后在18年9月和10月连续2个月获得了曼联月最佳球员。于是跟鱼一样记忆只有30秒的曼联管理层在18年10月送上了一份丰厚的5年续约合同。卢克肖签字之后也顺理成章地躺到了病床上，剩余赛季缺席了11场比赛。在续约之后的4年里呢，卢克肖又分别缺席了11场、23场、18场和18场比赛。很快又到了他的合同年22到23赛季，也就是去年。那去年肖什么表现，想必不少球迷还记忆犹新。肖也靠着自己铁人一样的表现，再次蒙骗了曼联管理层，在2023年4月宣布高薪续约4年。这个赛季呢，肖一共缺席了3场比赛，这3场就是发生在续约宣布后的4月份。
那也能理解吧，一个玻璃人想要全勤踢比赛，身体和心理想必都遭受了巨大的创伤，好不容易续约了，还不得让咱们孩子好好躺躺。那去年续约之时呢，我就断言卢克肖下个赛季肯定要受伤了。那果不其然，如今23到24赛季踢了2/3，肖已经缺席了21场比赛，并且这哥们儿归期未定，这数字还要继续增加。坏消息呢是这份4年合同才刚刚开始，不知道曼联球迷是否做好了接下来4年每个赛季都有一半时间没有左后卫的日子。那好消息是呢，下次肖等到合同年已经是他32岁了，那再次拿出全勤试一位表现来蒙蔽管理层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那我可以提前宣布，曼联左后卫的问题到2026年就可以彻底解决了。那有朋友会说，你分析了这么半天肖的合同年，但是球员伤病也不是自己可控的呀，有哪个球员会愿意受伤呢？难道你意思是卢克肖特别不职业，签完大合同就小病大养吗？那不我绝不是这个意思啊！熟悉我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我是一个可悲的曼联球迷啊！我们曼联球迷最大的特点就是对自己的球员信任到底，无论他们是家暴、迟到、强奸还是受伤，我们都不会怪球员，只会怪滕哈格。那卢克肖怎么可能是不职业呢？我用他受伤的历史来说合同年，的确欠妥因为如果说合同年要爆发，一般大家都会想到进球助攻数据的爆发，不是上场时间的爆发。那毕竟稍微懂点球的管理层就不会因为你上场时间多就给你大合同嘛。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熟知的另一位曼联太子拉什福德，他就是另一个职业素养高的典范。在15年横空出世的拉什福用各项赛事8个进球给自己赢得了一份新合同。19年曼联再次和拉什福续约到了2023年，彼时的拉什福还是个老实孩子，他不选在合同年爆发，反而是在签完新合同之后，在19-20两个赛季连续交出了20加进球的答卷来报答母队。不过新冠之后隔离在家的拉什福终于有时间静下心来学习总结前辈卢克肖的经验。那卢克肖就说了，你戎马一生为了谁？你能爱几回恨几回？那大彻大悟的拉什福也很快就找到了曼联的合同密码。拉什福在2022到23赛季迎来了他的合同年，也迎来了他的爆发年。他各项赛事为曼联打入了30球，也在23年7月如愿以偿地签下了天价续约合同。签下大合同的拉什福很快就回归了正常。那这赛季挣扎的表现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连点球专家逼费都看不下去了，给拉什福让了2个点球，让他找找信心。那当然了，在我们曼联球迷看来，拉什福续约就躺平的现象肯定不能怪拉什福，要怪还是得怪滕哈格和格雷泽。那我们知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绩效怎么奖励，员工就会怎么表现。因此，如何设计奖励机制，使得组织与个人的利害一致，就是一个大课题。那我之前的视频提到过，曼联管理层只看重进欧冠，不在乎夺冠，这是欧冠的奖励机制决定的。详情请看欧冠席位到底值多少钱。那于是相应的呢，曼联在每个球员的合同里都加入了一个条款，就是说你能进欧冠，工资照发；不进欧冠，所有人工资扣25%。这样的奖金机制呢，看似把球员和球队的利益直接挂钩，激励球员进欧冠，但是设计的太理想化了。曼联管理层把工资体系的大头设置在进欧冠，那最终就是求人得人。10年来把曼联打造成了一支只想着进欧冠的球队。进了欧冠踢得什么样，那不在合同范围里，完全就看球员的职业态度了。这样的奖励机制呢，必须要求球员有强烈的职业态度，否则就会适得其反。那有朋友会说，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曼联球员没有职业精神吗？那不胖叔作为曼联球迷，从来只会坚定地支持曼联球员，抨击曼联教练和管理层。那曼联球员怎么会没有职业精神呢？虽然说合同只要求进欧冠就完成任务，那曼联球员肯定还是要争取赢得每一场比赛的嘛。那毕竟我们是红魔曼联嘛。那难道你觉得他们会进了欧冠就摆烂，遇到鱼腩还输球，然后最后还小组垫底出局吗？在影片的最后呢，我们给曼联的薪资改革提一个思路我们想象一下，遇到一个爱受伤的球员，你本来基本工资是10万，那我们要是改成基本工资5万，每上场一次再给5万呢？那你要是一周一赛，那赚的就跟现在一样多；你要是一周双赛，赚的比现在还多。你要老是因为伤病躺着，那对不起，曼联也不会让你高薪养伤。
那按照同样的思路呢，曼联应该考虑压低基本工资，同时全队大幅提高不失球奖金、赢球奖金和冠军奖金。那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明天曼联给大家加了一个英超夺冠的奖金，曼联就能英超夺冠了。但是如果合同里表明奖金是基于前4，那你就别怪球员嘴上要争冠，行动上只在争4。压低基本工资，把大头放在夺冠奖金上，那球员才会保持饥饿。虽然曼联的工资体系不是完全公开，但是根据媒体报道呢，也能知道一些蛛丝马迹。我们也大概能够猜到啊，拉师傅、桑乔、马夏尔基本上都是拿着周薪30万镑左右。那曼联这些年卖人难呢，就是因为没有哪个球队会傻到给这样的球员这样的合同。而年纪轻轻基本工资就是30万，球员也都被养成巨婴了。踢得顺，那飘飘然的去社媒接受球迷的吹捧，觉得自己就是下一个罗纳尔多。那踢得不顺，就怪教练、怪队友、怪自己被当成替罪羊。赛季开始前口号喊得震天响，3个月之后就老老实实争4。不开心了，能换教练就换，不能换我就混，反正混到合同年再说嘛。那当然啊，曼联如果要改革，第一个跳起来的就是现在拿着高薪的巨婴们。只不过巨婴们应该想一想，自己的高薪到底是因为自己牛，还是因为曼联傻？看看过去几年离开曼联的球员，咱们排除掉像马塔、马蒂奇、C 罗这些因为年龄原因走的不谈，几位当打之年的球员走之前都是众星捧月，结果如今呢？林加德在韩国踢球，弗雷德在土耳其踢球，拜利被土耳其解约了，而博格巴都快要退役了。那说到退役，总是让人唏嘘，无论退役的是博格巴也好，还是三上老师也罢，就算有千般不是，他们毕竟都给我们球迷朋友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希望博格巴和三上老师退役之后生活顺利，和我们球迷保持联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我是胖叔，希望大家对我点赞、关注、一键3连。